又是这种博眼球的营销号，这月流量都超了，谁还信这些没影的事儿？立刻签字，再晚5分钟人就没了。你们想骗钱，我不签，这是救命，不是生意。我不相信是你们搞鬼。让开，都让开！这单要超时了！骗子！骗子！骗子！我在路上，我马上到，我没撒谎。放开我！救命啊！是梦。包子油条嘞！活着真的好累。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都要满口谎话？小林啊，爸没事儿，别耽误你工作。好嘞，爸。公司发了大奖金，您放心养病，钱我都有。小林，这次数据你帮我顶一下，以后平邮投你一票。没问题，哥，小事一桩。兄弟，这钱下周肯定还你，咱这关系我还能坑你？呵，谈钱伤感情。你们都在骗我，可我不也在骗你们吗？妈，早啊！我刚吃完早餐，准备上班了。公司给我加薪了，您和爸别省钱，我现在可有钱了。哎，送快递的，以后别把东西放驿站。上次那个谁就满嘴跑火车。好嘞，姐，今天一定给您送上去。我要是再放驿站，我就是孙子。为了不被投诉，为了那点工资，我也变成了那个满口谎话的人。太美了，哥们儿，这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只鸟吗？因为他什么都没表达。啊？你看那个大屏幕，全是假的；你看那些广告，全是骗钱的；你看我们，你看满嘴谎话，为了活着不得不演戏。但这只鸟不骗人，它不为 KPI 飞，不为点赞飞，也不为讨好谁飞。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它是自由的。它是真的在飞，不是特效，不是剧本，这是唯一的真实。唯一的真实，这句话像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要是赶超时，就给你差评。如果我死了，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东西
就是第3大道路出口那个灰喜鹊也纪录片了。你在第5大道遭遇交通事故，昏迷了17个小时，目前生命体征稳定。我的电动车呢？报废了。你没骗我吧？骗是什么意思？什么情况？难道我穿越到新世界了？我其实已经交完医药费了。哦，那你现在就可以出院了。我靠，真穿越了！这个世界的人好像只会说真话。你住院期间，你的快递被分配给了流感，它的配送效率比你高。3块5。这个面包我已经付过钱了。我这边没有查到你的支付记录，你是用什么方式支付的？算了，我再付一次。钱哥，我明天回去上班。今天我出院晚了，是因为路上遇到了一头大象挡路，走了绕路。大象？星城什么时候有大象了？我得查查是不是动物园那边跑出来的。你明天早上8点到就行，注意安全。第一，我的大脑在车祸后发生了变化。第二，我可以说出不是事实的话。第三，没有人会怀疑，因为怀疑一个人在说假话这种思维模式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只要我说的东西不能被直接验证，说什么都行。这是一个只能说事实的世界。我叫林北，是一个普通的快递员。你的长相在快递员里属于中等偏下，上次来送货的那个小伙子比你好看。林北，你今天上午的客户满意度评分是3.2分，全站平均3.8分，你拉低了整体数据。我不是在骂你，我是在陈述事实。根据你目前的综合条件，在婚恋市场的竞争力排在后30%，这是公开数据，不是我的主观评价。知道了，钱哥。在我的择偶标准里，你的各项指标都不达标。那你为什么还来？因为我表姨说你人还不错，我想亲自确认你有没有无法体现的优势。我跑得挺快的。跑得快不在我的择偶标准里。这顿饭 AA， 每人34元。这是一部纪录片，它记录了一只灰喜鹊从 A 地飞到 B 地的完整过程，片长94分钟，不含任何人为加工或主观解读。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纪录片，没有剧本，没有高潮，只有事实。你看起来比住院前瘦了3到4公斤，这是我的目测估计，可能有误差。出行记录已更新，今天开始正常计薪。谢谢钱哥。你的电动车报废了，站里借你一辆旧的，时速最高25码，刹车有点松，但在安全范围内。行。北哥，你可算回来了。你住院那几天，你那片区的客户可把我烦死了。有个7号楼的大姐，每次都让我把快递送到3楼门口，不让我按门铃，说门铃的声音会影响她的午觉质量。302的周大姐。对，她还说我的长相在快递员里属于中下水平，不如你好看。她说我是中等偏下。那我岂不是比中等偏下还差？怪了，我照镜子觉得我挺好看的啊，至少鼻子和眼睛都在正确的位置上。小林，你这个月房租……张叔，我刚从市政信息网上看到一个通知，兴城市政府出了新政策，老旧小区的住宅租金要统一下调20%，从这个月开始执行。金桥路18号在范围内。我没看到这个通知啊，可能还没更新到 APP 上。我是在第7大道市政中心门口的纸质公告上看到的。行吧，你那间房每月720，我回头去确认一下。好的，张叔，谢谢您。
林北哥，你出院了？昨天出的。你以后骑车注意安全，快递员的交通事故发生率很高的。我注意。今天班上一个叫豆豆的小男孩问我，方老师，为什么我们每天要枯燥的学习？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怎么了？没什么。这个叫豆豆的小孩问了一个没人敢问的问题。这个世界真的好无聊，也许是时候给他讲个故事了。我的大脑正在全速运转，生产着一种叫想象的东西。我妈寄来的橘子，给你分点儿。幼儿园怎么样？不太好。今天豆豆问我世界上有没有比恐龙更大的动物，我告诉他根据数据没有，然后他就失望不说话了。有，比恐龙更大的动物有。真的？有一种生物叫猩猩，比蓝鲸还大，背上长着发光的植物。它们吃什么？不需要吃东西，但它们会唱歌。我为什么哭了？这不是悲伤，也不是疼痛，但我就是想继续听下去。这是什么？不需要定义，你只需要知道它是好的。它是好的。猩猩是群居动物，每个家族有一头首领，背上的光最亮。我听了4个小时。林北哥，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很小众的深海研究资料。我能告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吗？当然可以。猩猩不存在，发光的植物不存在，海底的歌声不存在，但方小圆的眼睛里那种从未有过的光芒是真的。今天方老师要告诉你们一些特别的信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动物。比恐龙还大吗？比恐龙大100倍。哇！它叫猩鲸，住在很深很深的海底。猩鲸会唱歌吗？会的，它们用整个身体震动来唱歌。猩鲸宝宝也会唱歌吗？小猩鲸还不太会唱，它们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方老师，如果我以后当了潜水员，能去看猩鲸吗？可以的，豆豆长大了一定可以去看。林北哥，猩鲸的事小朋友们特别喜欢，但是他们还要更多。你还有吗？还有一种很小的生物叫猩蝇，它们很小，全身透明，但肚子里有一颗发光的核心。还有水晶珊瑚，形状像树，但质地像玻璃。还有深海使者，一种透明水母，触手可以延伸到几百米长，像一面面巨大的纱帘。水晶珊瑚是什么颜色的？白色和淡蓝色。林北哥，你说话的方式变了，你说的那些词在我的脑子里画了一幅画。你说的对，我确实在用语言画画。在一个没有故事的世界里，故事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而我要创造故事，并且要靠故事赚钱。大姐，您知道海底2万米的地方住着什么吗？海底2万米，目前人类深潜记录是1万多米，2万米是什么数据？在海底2万米的地方，有一种比蓝鲸大的生物，叫猩鲸。它们的背上长着发光的植物，在漆黑的海底，像一座座移动的灯塔。哥，你说的这些太让人想继续听了。你是干什么的？国大学教授？我是快递员。快递员怎么知道这些？小伙子，太阳晒，你慢慢讲，别急。有一种植物叫晶树，树干是透明的石英晶体，你可以看到树干内部有液态的矿物质在缓缓流动，像血管里的血液一样。我第一次听这么好听的词。你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应该有对应的价格。免费的。现在还不是收钱的时候，我需要更大的影响力。
今天讲天空。在大气层的最顶端，有一个用未知矿物建造的城市，塔楼是半透明的，阳光会被折射成7种颜色的光。城，有人住在里面吗？这个问题我明天来讲。啊！不要吊人胃口。50万播放，而我只是在小区门口摆了个路边摊，是时候把这件事做大了。你好，请问你是林北吗？我叫宋薇，新城电视台《新知探索》栏目的编导，我们想请你到电视台录制一期节目。什么节目？科普类节目。可以。什么时候录？这周3下午。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节目一般要求嘉宾提供信息来源的文献或数据支持。来源比较特殊，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深海研究团队的内部资料。我跟主编商量一下，如果内容足够有吸引力，我们可以灵活处理。林北，你到底跟客户说了什么？就是聊了点冷门知识。你的客户满意度从 3.2 飙升到了 4.7， 全站第一。我不理解，为什么分享知识可以提高快递配送满意度？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也许有一种因果关系是你不知道的。也许，事实是你现在是我们站最受欢迎的快递员，你的配送效率还是中游水平。我给你重新规划区域，把客户集中到一条路线上，这样你可以在保持讲故事的同时不影响效率。谢谢钱哥。别谢我，我只是在做数据最优化的决策。北哥，我今天给客户说海底有条特别大的鱼，它会发光，就那种亮亮的光，你觉得怎么样？进步了，但客户买账吗？他说信息太模糊，给了我3星半。你不用讲星河，你讲你自己的事儿就行。比如你在边防站当兵的时候。那有什么好讲的？就是站岗巡逻。冬天站岗的时候手冻成什么样？巡逻的时候看到日出是什么颜色？冬天站岗确实冷，有一次我站了4个小时，回去脱手套的时候手指头弯不了，像5根木棍一样。你看，像5根木棍一样，这个描述就很好。日出呢？有一次早班巡逻，太阳刚从地平线冒出来，雪地被照得发亮，就好像地上撒了一层碎金子。你会讲故事？今天送快递的时候，试试把这个讲给客户听。我的故事像一颗种子，掉进了这片干燥的土地里。种子太小了，还看不到树，但地面下，某些东西已经在发芽。这个故事太触动人了，这个视频肯定会火。播放量130万，评论区情绪指数异常，大量用户报告出现了无法用现有心理学框架解释的情绪反应。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做的选题。他讲的那些东西，资料组查了3天，什么都没查到，所以才叫新知探索嘛。如果什么都能查到，那还探索什么？陈默言看了这个视频，他怎么说？这个叫林北的人在公开场合发布了大量无法溯源的信息。我已经尝试通过7个数据库和3个学术检索系统进行交叉验证，结果为0。他不会想对一个快递工搞调查吧？暂时不会，他只是感兴趣。我建议先把节目做出来，如果林北真的有料，这期节目会是一个爆款。那就做。做。我怎么找不到这些数据？你到底是谁，林北？现在我该给一座800万人的城市讲一个故事。3周前，我还是全站效率倒数第1的快递员。3周后，我的名字出现在了电视台的节目预告上。今天我讲一个很远的地方，比海底2万米还远，远得多。在我们的海洋最深处之下，存在一个新世界，我们暂且称它为星河。
那里有一种活的矿石，它们会生长，会分裂，会对环境做出反应。经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它们形成了晶树，30层楼高，树干由透明的石英晶体构成，内部有液态矿物在循环流动，就像血管里的血液。林北，你继续。在星河的中心，有一团永远不会熄灭的岩浆之心，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每一次脉动，都会向四周释放出一波金红色的光，照亮一棵又一棵晶树，像日出一样。谢谢你，林北。我做了8年的心智探索，今天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今天的体验，但我会记很久。我看了你的录制，你讲的内容非常有吸引力，但我有一个问题，我查了好多数据，没有一条记录能够验证你所说的任何一个信息点，所以你的信息来源到底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深海研究团队的内部资料，他们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发表。什么团队？团队名称？负责人？这个我没办法透露。如果你分享的信息是真实的，太好了，那是全人类知识的增量。如果不是，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说的话不是事实，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他还没有办法识别谎言，但他已经开始闻到异常的气息了。慢慢来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林北，你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早上有这么多人来我的快递站厅找你？你现在火了！大家好，我现在要上班送快递。你今天能不能讲一场？就10分钟了，就10分钟也行。如果想听我分享知识的话，到金桥路小区门口出摊。林先生，能采访你几个问题吗？各位，这里是快递站，属于物流作业场所，非物流业务人员聚集在门口造成堵塞，可能面临处罚，请各位有序离开，谢谢配合。那我们在旁边等他下班行不行？不行，旁边那条路属于消防通道。你惹了麻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你不再只是金桥路的星京先生了，你是一个全国性的信息异常点。没人蹲我吧？我应该找一个专业的人帮我打理这些事。马达，一个嗅到了商机的信息贩子。如果我想把讲故事这件事做大，我需要平台，需要团队，需要资源，而这些东西都需要钱来支撑。林北，马达，坐。普通信息留存率是30%到40%，你的内容是87%。方案很简单，把你的知识分享录制成付费音频，第一个系列的收入就247万，这只是第一个系列。分成呢？你7，我3。3个条件：第一，内容我定；第二，免费分享不停；第三，你不要问我信息的来源。成交。准备好了吗？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脚下的海洋深处，比任何声波探测器能触及的范围都远，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没有阳光，但它不是黑暗的，因为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发光。你讲话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停顿，没有没有重复。我录过几百个专家的音频，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你这样，好像你说的东西就在你嘴边，随时可以说出来。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些内容太熟悉了，反复讲过很多遍了。付费用户突破5万人，收入49.5万元。
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善意都要穿上数据和事实的外衣才能被说出来，但善意本身是真的。53.78万元，这是你目前的实际到账金额，你打算怎么用？先还医院的2400块住院费，然后买一辆新电动车，带减震的。你账上有53万，你的第一反应是买电动车？我是快递员嘛，是一个扩大规模且付费运营、建立品牌，它应该是一个内容帝国的起点。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讲，这个没有想象力的世界正在因为我嘴里说出的假话而一点一点的改变。天际集团38楼，签收人赵青离，货值470万，摔了赔14万，你赔得起了，但我建议你不要冒这个险。钱哥，你这是在关心我？我是在陈述一个可能导致我要填大量表格的风险。我讨厌填表。上季度市场份额下降，我们的产品没问题，问题是营销方案缺乏差异化，所有人都在比数据，我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方案。配送员，陕星快递送仪器，你的方案不需要不一样。你们只会告诉消费者产品是什么，成分、功效、数据，但从来不告诉他们产品能让他们感觉到什么。消费者基于数据做决策，这是基本模型。消费者不是纯粹理性的。你有数据支持吗？没有，但我有一个例子。天境1号市场份额多少？23.7%。和第一的成分差别大吗？不大。那如果你的广告不说数据呢？说什么？说妈妈用天境1号洗完衣服后，抱起孩子，孩子贴在她怀里，闻到衣服上那种干净的、温暖的、让人安心的味道。你叫什么名字？林北。你能再解释一下吗？可以，但需要时间。韩冰，把我下午的会议取消，跟他们说我有一个重要的战略咨询。你现在有空吗？我有空。你在走廊里说，你们只会说产品是什么，从来不说它能让人感觉到什么。详细解释。你早上起床穿的第一件衣服是什么？白色棉质 T 恤。它给你带来了什么？舒适，皮肤对柔软材质的无害反馈。你穿上它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的安全感？有。那一刻，身体会发出可以暂时不紧绷的信号。讲个故事，一个母亲从衣柜里拿出刚洗好的衣服，她把衣服贴在脸上，然后给自己3岁的孩子穿上。孩子靠在妈妈怀里，露出一个让她想把这一刻永远留住的表情。你说的这些不是数据，是什么？感受。感受，在消费决策中的权重是多少？忘掉数字。天境1号不是让裙子变干净，是让明天还能弄脏。你能为天际集团做到什么？写一则不用数据的广告。成交。3天。莲姐，你把一个关键产品线的营销方案交给了一个快递员。帮我查一下"感动"这个词。啊，莲姐，词典里没有这个词。3天后，如果成功故事将不再只是路边摊，它将进入所有人的生活。没有数据，没有成分说明，没有竞品对比，甚至没有提到去污力97.8%。没有。不是让裙子变干净，是让明天还能弄脏。看到这句话，我的大脑不再处理数据，它在播放画面。如果一个消费者脑子里只有数据，他会选便宜的；但如果他脑子里有画面，他会选天境1号。韩冰，通知市场部全体下午3点开紧急会议，现在就通知。天境1号的去污力是97.8%，这个数字消费者记得住吗？当然记得住。消费者认知调研显示，我不是问品牌提及率，我问的是消费者拿起天境1号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去污力97.8%吗？叫天境1号。不是，他想的是这个要多少钱，跟旁边那瓶比哪个划算。产品的功效，消费者感知不到。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强调去污力？我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换一种方式跟消费者说话。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天境1号。小女孩蹲着看蚂蚁，裙摆拖在泥地上。妈妈看着裙子上的泥渍、花粉，微微笑了。她把裙子放进洗衣机，倒了一盖天境1号，白裙子又变成了白色。小女孩穿上它，冲出门去。天境1号不是让裙子变干净，是让明天还能弄脏。
这个不是数据，不是，那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故事。我爸今天早上开会，问是谁写的那个广告。他说这种广告方式没有先例，但数据不会说谎。谁能做更多这样的广告？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只有一个人能，就是你。小袁，你觉得我还需要赠快递吗？你是全站第一啊！你走了老钱怎么办？他不需要我。那你打算干什么？卖故事，但这次不是在路边，是在全世界。目前正式合作意向17个，按紧急程度排序。护肤品品牌、连锁酒店、运动鞋，先定个规矩。我们只给好产品讲故事。什么叫好产品？质量、安全、功能达到行业平均水平以上。为什么？烂产品给的钱一样多。如果我给一个烂产品讲了好故事，消费者发现产品不行，他们不会觉得产品烂，他们会觉得故事骗了我。我不能让故事变成一个贬义词。这个世界刚刚知道故事是什么，我想让他在知道故事可以感动人之后，晚一点，尽量晚一点才知道故事也可以骗人。北哥，你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又想哭了。你天天都想哭。你闭嘴。北哥，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些故事改变了多少东西？改变了很多啊，12个客户的销量都涨了。你现在是全城最贵的广告人。不是钱的事儿。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街上的广告变了？好像是。以前的广告都是写参数的，现在好多开始写别的了。他们在模仿我。小袁，我觉得这还不够。广告只是商业，我想做的事情比商业大。比商业大是什么？让每一个人，不只是消费者，都知道故事是什么。北哥，你想改变世界？造人。造人？用故事把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所有人都想看的人。什么意思？有一个歌手想找我，长相平庸，嗓子一般，但非常非常想唱歌。我要给他编一个故事，不是给产品编故事，是给一个人编一个人生。唱一首歌给我听，随便唱。唱得不好吧？你唱得很好，你的嗓音不如别人，但你唱歌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是别人没有的，那是一种让人想闭上眼睛安静地听下去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习惯用数据来判断一个歌手值不值得听。你的数据不够，所以你需要另一样东西来弥补。什么东西？一个故事。你的故事。苏小棉出生在偏远山区小镇，父亲是一个盲人，先天性视力障碍，职业是钢琴调琴师。虽然看不见，但他的耳朵比任何人都灵。小棉从小在钢琴声中长大。这些不是真的，你要让别人以为这些是我的真实经历。是的。但这样做对吗？如果这些是真的就好了。那个故事里的苏小棉，跟你有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你们都非常想唱歌。这个是真的。我不只能编故事，我能造人，把一个普通人通过故事变成一个万人追捧的人物。47页，全部为0。周教授，我是陈默言，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林北，我当然知道。他说的内容我也查了，跟你一样，什么都没查到。你怎么看？我从事认知科学研究40年，大脑有上百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有数千个图柱连接，这个复杂度远超过我们的分析能力。你的意思是，大脑有我们不知道的功能？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你说的大脑自己生成全新信息，在科学理论中是没有先例的。但如果你的调查结论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他的大脑正在产生我们从未观测到的功能。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是认知科学领域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发现。你相信这是真的吗？科学家不相信任何事情，只相信数据。但我承认这件事值得研究。我建议你去见见林北，不是作为主持人去调查他，而是去跟他聊聊。谢谢你，周教授。如果你发现了什么，请告诉我，
我等一个能打破我的理论框架的发现等了40年。47页空白，全新的信息，大脑内部生成的，不基于任何外部输入。一个人说出的话不是事实，这怎么可能？你今天不像快递员了。我已经不是快递员了，2周前辞的。我知道，韩冰查过了。我不是来讨论合作的，那是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讲的那些东西，星灸、荆界、地底的日出，以及你给天境1号写的广告，给苏小棉写的故事，这些你是从哪里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车祸以后，我的脑子里就开始出现这些东西，画面、场景，非常清晰，非常完整。他们就在那里，我不需要去找，他们自己就在我脑子里。所以，这些东西是你的大脑自己产生的？可能是。不是从任何外部信息源获取的？不是，至少我不知道是从哪个外部信息源获取的。如果有的话，我找不到它。林北，你会觉得孤独吗？有时候会。不管你的那些东西从哪里来，他们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感动，你教了我。不是我教的，是你本来就会，我只是提醒了你。我是因为那个广告来的，那个画面，金色的天空，开阔的阳台，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可以变得不一样，所以我把积蓄全拿出来了。18个月，广告里一个字都没提。如果我知道要等18个月，我可能不会这么冲动。是啊，但那个广告，它让我失去了判断力。同一个项目，左边是广告告诉你的，右边是现实给你的。底线在哪儿？林先生，昨晚陈默言的节目你看到了？看到了。云锦花园能不能按时交付？能，资金没问题，18个月后交付，这是我20年信誉的保证。我不要保证，我要数据、进度表、资金余额、验收报告。中午前能发我吗？可以。第二件事，所有购房者无条件退定金，不设门槛，谁想退就退。无条件退？你不怕？你不退，舆论会把你吃干净；你退了，反而能赢回信任。第三件事，下午2点我去售楼处。你疯了！他们恨不得扒了你！下午2点，我会到。我搞砸了。云锦花园的广告只顾画面美，忘了房子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决策。我创造了一种让人失去判断力的广告，却没有保护机制。这是我的问题。下午你去售楼处干什么？房子还是没建好，你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定金可以无条件退，但退钱不够，他们还需要一个新的判断依据。你要给工地再编一个故事？不，这次不编，我讲事实。就是他，林北来了，星京先生。林北，你的广告说住在云端，你来看看这是什么云端？赔我20万定金。我叫林北，住在云端的那支广告是我写的。我有证据。那支广告错在只给了你们感受，没给你们看事实。
这是我的失误。所以第一件事，从现在起，想退定金的人无条件退，今天就可以办手续。但在你们决定退款前，我想给你们看些东西，不是故事，是事实。云锦花园主体结构已完成85%，外墙安装已经开始。第三方认收报告在这儿。资金监管账户余额2.3亿，定金和房款绝对安全。地铁8号线明年通车，步行1.2公里，9年制学校同词交付，这些全在生成规划局公开文件里。上次你们被画面打动，那种感受是真实的，但感受只是起点。做出几十万的决策，你们应该看数据。我上次没给你们后面的路，今天我来补上。林先生，如果这些数据真的，那这项目其实不差。我不说不差，因为这是主观判断。但从数据看，它的硬件和配套在东部新区排前30%。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在广告里说？因为我觉得数据不够打动人。但我忘了，打动人不是目的，帮你们做出正确决策才是。我不退了。数据确实还行，地铁通车能升值。学校同期交付，我家孩子正好后年上学，不退了。事情大致平了，我学到一课，故事不是万能的。不再让故事替代事实，但不要停止讲故事，因为世界需要故事，只是要讲得更好、更负责。林北，我想跟你谈谈，不是采访，不是调查，是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之间的谈话。进来吧。我查了你所有的信息源，47条全部为零。你的大脑正在产生一种人类从未记录过的信息。所以呢？所以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变量，一个能说出不是事实的话的人。陈莫言，你觉得这是天赋还是诅咒？既是天赋，也是诅咒。你用这种能力让很多人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东西，但你也是唯一的一个。你永远无法被真正理解。也许有一天会出现第二个，你希望如此，希望，因为那样我就不孤独了。星城文化集团想买我们的《故事生产方法论》，2000万。不能卖。为什么？故事不是公式，如果标准化、批量生产，它就死了。这个世界刚刚知道故事是什么。不能让故事变成流水线产品。我告诉对方不卖，但你得答应我，以后别让我再拒绝一次2000万。我尽量。北哥，我有一个朋友，不对，是我幼儿园一个小朋友的家长，他是一位画家，但他已经3年画不出东西了。画不出东西？他说他能画出任何他看到的东西，但他想画看不到的东西。他问我知不知道谁能帮他，我想到了你。他叫什么？老周，周远山。你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我是。我画了30年，什么都能画，但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画的都是事实。苹果就是苹果，人脸就是人脸，可我想画的是让人看了会心里发烫的东西。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你知道你为什么画不出来吗？不知道。
因为你在等事实给你答案，但你要的东西不在事实里。想象一座山，不是你在任何地方见过的山。这座山的石头是深蓝色的，山顶有一棵银色的树，树叶是透明的，风吹过的时候，树叶会发出像铃铛一样的声音。这是我画的，这是我3年来的第1幅画。你画得很好，但它不是真的，这座山不存在。它存在，在你的脑子里。林北，我想画更多，你还能给我讲更多吗？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因为故事而忘记事实。你画的故事很美，但你画的事实也很准，两者都要。北哥，这幅画让我想起了你说的心经。为什么？因为它让我心里发烫。林北，所有画都卖掉了。他们说我的画让他们看到了从未见过但一直想见的东西。恭喜你！我想办更大的画展，全国巡展。你能帮我写一个故事吗？一个关于这些画背后的故事。老周，你的画不需要故事，它们本身就是故事。可是，如果我把这些画编成一个感人的背景故事，人们买画的时候买的是故事，不是画，你愿意那样吗？老周想让我给他的画编一个故事，我可以编。我编的故事会让他的画卖得更贵、更快，但那样的话，人们买的就不是画了，是我的故事。那画家的意义是什么？故事不应该替代作品，故事应该让作品被看见，然后让作品自己说话。林北，我听了你的话，我没有给画编故事，画展还是成功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现在只能画你给我讲的那些东西，深蓝的山，银色的树，发光的河，我画得很好，但它们都不是我创造的，是你。如果有一天你不给我讲故事了，我还能画什么？我不是在怪你，我只是在想，我是不是成了你的影子？你说的对，我犯了错。什么错？我以为故事是钥匙，但我忘了，钥匙应该交给别人，让他们自己开门，而不是我替他们把门打开，然后告诉他们里面有什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从现在起，我不给你讲故事了，你自己讲给自己听。我试过，我脑子里没有画面。你有，只是你以前没听过。闭上眼睛，不要听我说，听你自己。你小时候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河边，我老家的河边。夏天的时候，河面上有萤火虫。画出来。这是我自己的画。是的，它没有你讲的那些东西美，但它是我的。它很美。林北，谢谢你。不是你给我的那些故事，是你让我知道我可以有自己的故事。林北，最近你在做什么？帮助一个人找到他自己的故事。不是你的故事？不是。我以前以为这个世界上缺少故事，所以我应该拼命讲。后来我发现，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他们没听过。我的任务不是替他们讲，而是让他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变了。变了什么？以前你像一团火，拼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现在你像一盏灯，照亮别人，也让他们看清自己。陈莫言，
你心里有故事吗？你有，只是你一直用事实把它盖住了。有一天你会发现，事实是你用来理解世界的工具，故事是你为什么想理解世界的原因。林北，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问。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学会了讲故事，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那时候你怎么办？那时候我就不需要存在了。你希望那一天到来吗？希望，因为那一天，这个世界就不需要唯一会说谎的人了。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故事，哪怕不是事实，而每个人也都能分辨哪些故事值得听，哪些只是路过。1年前，我是一个快递员。1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想讲心经，不想讲经术，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句话：事实让我们活着，故事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活着。今天的故事大会不是我来讲故事，是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台讲一个自己的故事，真的、假的、大的、小的，只要它让你心里发烫。北哥，你不讲了？够了，我讲了够多了，现在该他们了。我曾经以为我是这世界上唯一会说谎的人，后来我知道，我不是在说谎，我是在创造，而创造的意义不是让别人依赖我的创造，是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也可以创造。故事还在继续，只是讲的人不再只有我一个。